今天玩玩具了嗎？可愛的正宗哥应該是黏土人系列第一隻哥吉拉吧。本集來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黏土人哥吉拉2016，登場於電影《正宗哥吉拉》，著名的開會電影。原作中為了諷刺日本政府的官僚體系，不斷的開會再開會，但卻都是沒有太多實質意義的會議啊。不過在體制內還是有很多人在他們的位置上盡到他們的義務還有責任。雖然電影褒貶不一，但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很喜歡這部電影哦。哥吉拉2016，原始形態未知的海底生物，因為常年受到核廢料的輻射影響而突變，變成能夠因應環境快速進化的救急生命體。電影裡面有展現了4.5個形態，本款則是最後上路的第4形態。或許是因為要符合黏土人的風格，本款的模具並沒有很好的展現出原作裡那個腐爛的膚質，而塗裝上也採比較平滑的調性哦，但也因此降低了原設定的噁心感。身形調整的相當可愛哦，延續黏土人一貫的大頭風格，但本款哥吉拉的頭並沒有像一般人物佔大多數的比例，而頭雕也因為大頭，同時也放大了脫窗的眼睛，原本的詭異感直接變得很可愛。頭頸部是雙頭的球形關節，整體的活動度算是不錯啦。不過因為要維持活動度的空間所以後頸的部分就有很明顯的鏤空咯。身體完全沒有關節可以動哦。2隻超短小手手只能單方向的水平轉動，轉動的時候要小心它會鬆脫哦。手掌也可以轉動啦。髖關節意外的活動性還算不錯哦，但腿部除了髖關節之外，就只有腳掌可以動，是單方向的水平轉動。尾巴雖然照身形比例也有不錯的長度表現，但是並無法自由活動哦，只有根部、中段、尾段有3個可轉動的部位。而且因為只是單純的轉動了，背鳍不會順着轉向，所以會有很嚴重的斷層感哦。本款又附屬發射內閣總磁射線的外形替換件，但基本上幾乎是要把整隻哥吉拉給大卸8塊了。頭部拆掉，下顎也要拆掉，尾巴3節拆掉，背鰭也要拆掉。本體的背鰭拆掉，脖子也要拆掉，脖子裝上去，背鰭也裝上去。尾巴背鳍裝上去，末端替換件也裝上去，頭部裝上去，张開的下顎也裝上去，就完成啦。崛起形態基本上就是放出著名的內閣總磁射線時的狀態啦，背鰭會變成紫色，身上的各部位也會開始散發出紫色的光芒。接着下顎打開之後，還會再左右張開。然後會先吐出超巨量的高熱火焰，最後能量凝聚成一條細長但貫通力與射程都很誇張的原子射線。因為是用替換件來重現此形態，結論就是好微笑，你要不要再出一隻完整的形態啊？首先開嘴因為外形會改變，所以用替換件，這個可以理解。但是普通狀態的嘴巴就變成是不可開合的。也因為背鰭變色是採用替換件因此胸部以及身上原本暗紅色的內層並無法也換成紫色啦，導致重現度不足。另外放射時，哥吉拉的眼睛是會蓋上一層銀色的防護層哦，本款也沒有重現，因此替換形式變成只有最低限度的還原多少有點遺憾。一般版有附屬原子放射的前後2種形態哦，一整個看起來有點像是麵包的高熱火焰，以及一條細細長長的紫色半透明原子射線。另外，在線上商店購買的話，會額外再附屬一條原子射線以及支架哦，用來重現尾巴末端也能發射的樣貌。劇中凶惡無慈悲的怪獸王破壞神變成黏土人之後，其實變得非常可愛哦，程度上可比第2形態的莆田君算是非常神來一筆的選擇哦。該不會是因為暗夜宇宙的角色版權是包一包一起賣的？塗裝上雖然比較平滑，因此也比較有膠感啦，但搭配整體表現出來的可愛風格，反而是一種加成效果。只是以替換件形式重現的覺醒形態就變得不夠完全啦，這一點還是有點可惜啦。總之，雖然有可能是因為版權是包一起賣的，但這次黏土人的哥吉拉真的相當可愛哦，可愛到我已經超久沒有買黏土人系列了，都想買啊！說不定之後有機會會出其他年代版本的哥吉拉。就這樣，記得點讚、訂閱、分享，拜拜。